在关键时刻，爱普斯坦案，川普丢下一个惊天的震撼弹。不要说我没公开，你要看多少，我现在给你看多少，350万页以及一大堆的影片，通通在网络上面，你要怎么看怎么查，全部都给你。你知道这个350万页一丢出来之后，现在全球有多少各国的政要因此下台吗？而这个文件已经扫到了克林顿，扫到了比尔盖茨，扫到了马斯克身上。而让我们最惊讶是什么？是这一份文件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习近平。你没有听错，这一份档案里面竟然有习近平的名字。而有习近平名字之后，川普现在要干的是什么？他现在完全把这份文件打开，就像把潘多拉的盒子给打开。350万份的文件，一大堆的画面。现在全球人都跟柯南一样，他们一页一页去翻，一页一页的去解密，要把里面的蛛丝马迹通通都找出来。所以松哥，我们觉得太惊讶了。今天这350万页，多少人倒台，多少人请辞，多少人出来否认被打脸的，但是这个名单里面怎么可能会有习近平啊？没错，1月30号的时候，美国司法部公布了爱普斯坦所有的几乎大部分的档案，里面有350万页所有的这个资料，还有2000多部的影片，还有18万张的这个照片啊。所以呢，周末时间点里面来说，全世界各国政要、媒体什么一大堆，大家全部都在看。你现在可以去搜寻，你要看什么就看什么哈。那当然了，我们台湾人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台湾有没有人上榜啊？这但是我们搜寻里面来说，搜寻习近平的名字，就赫然发现习近平名字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啊！你看，这是这个爱普斯坦的图书馆，你打进来习，然后里面出现习近平一大堆。好，那里面来说，大家觉得，你看它里面写什么？习近平主席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对，这不是乱写的，是没错，每一封的相关的文件、文书、mail 都在这里。好，那到底习近平为什么在里面会出现呢？好，这里面目前有2个东西，一个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什么呢？他说呢，安德鲁王子跟习近平相处了大量的时间。他说呢，爱普斯坦的电子邮件声称，这位前约克这个公爵就是安德鲁王子，他跟中国高级官员有了非常密切的接触。所以也就是说，安德鲁王子因为他出现在爱普斯坦，对，那因为这个因为安德鲁王子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就出现过非常多次，在他的在这个里面的这个照片，这个所谓这个文章里面。另外是什么呢？因为爱普斯坦跟很多美国政要有往来，各国政要往来，他们常常讨论到习近平。他们很想知道说习近平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呢，它里面大量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安德鲁王子跟习近平的关系。他就说什么？他说安德鲁王子呢跟这个是 LinkedIn 的这个创办人，他说安德鲁呢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对。然后爱普斯坦还告诉霍夫曼就是这个 LinkedIn 的这个创办人，他说安德鲁王子要去中国了，他跟习近平相处了很长的这个时间点。然后爱普斯坦要促成这个霍夫曼就是 LinkedIn 跟这个安德鲁王子的见面。他说如果你要去见面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所以也就是说，爱普斯坦透过他跟安德鲁王子的关系，对，他也可以打通他跟习近平的关系，甚至也可以打通他跟其他政商人物的关系。对，所以爱普斯坦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个文件里面来说，他揭露了非常多不可闻的这个臭的这个所谓政治的这个交易，甚至里面很多国家领导人都被串联在这里面。那当然了，中国现在最担心的是，因为习近平也出现在这个爱普斯坦的名单上面啊，所以可怕的。所以现在呢，这个在中国内部来说的话，是不能够找到这些资料的。所以中国就用很多方法来干扰你找这个爱普斯坦资料里面的习近平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状况。而且世荣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这一次川普真的是梭哈了。all in 了，对，300万页文件，2000多个影片，18万张图片，是这礼拜6日，全球每个人都在找，每个人在找，结果真的出大事了。全球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随便列了几个出来，对，全球政要一个一个倒台，一个一个辞职了。没错，川普，我觉得川普很故意，之前都一直说不要公布。那你民主党要我公布，好，我现在公布一点点，不止公布一点，他就全部公布给你看。对，好，所以事实上现在你去美国的这个司法部下面来说，它有一个 Epstein Library，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里面有非常多资料。那非常多资料里面来说的话，大致上因为他要保护一些当事人，所以你看到他把除了爱普斯坦
跟他的女朋友这个麦克斯韦的这个照片是有出现的，不然的话他其他都会马赛克，对，或者把它涂黑。譬如说这是什么？这是爱普斯坦跟一个年轻女子的相关的这个照片，他们在那边玩闹嬉闹，那你就完全看不到那个年轻女子的这个状况。但是你从这个蛛丝马迹，你大概也知道说爱普斯坦可能在进行一些他的游乐玩乐的这个动作。不是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大家才知道，真的爱普斯坦真的有够恶心的。对，没错。所以你知道，事实上里面很多，当然这个我就说能够出现的只有2个人影，那很多名字、很多影片其实都被涂黑掉。对，但是因为文章里面来说，你大家可以推测出来是谁嘛，所以公布的文件来说提到什么卢特尼克，美国商务部长被提到了，伊隆马斯克。还有比尔盖茨，还有安德鲁这个就是前安德鲁王子等等都被牵连在这里面。挪威首相就说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挪威是王室，他说他们的王储妃跟爱普斯坦关系非常的密切。另外还有一个斯洛伐克的国家的这个安全顾问，因为他跟爱普斯坦关系非常好。就他因为这样就辞职了。你看，连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国安顾问都辞职了。另外还有什么？还有爱普斯坦这个前英国的这个驻美国大使曼德森，他也是因为他卷入爱普斯坦，他就退出工党，就等于是退出政界啦。对，好，那你看这是《卫报》的报道，那他为什么他会要退出政界？因为爱普斯坦的照片里面来说有这样，这是曼德森，他穿着内裤。然后跟一个女子的这个照片，等一下，这图片也太可怕了吧？对，所以他都完全这个答案里面真的巨细靡遗耶。对，所以你看逼着什么？逼着这个曼德森就必须要辞职嘛。他显然有做一些不堪闻问的事情。好，所以这样现在很多人都完全被卷入这个事件。好，那被卷入这个事件里面来说，当然爱普斯坦已经过世了，但是现在大家重新再去回看的时候，发现到说，这个爱普斯坦的死因不太单纯啊，而且这是什么？这也是川普政府提供出来的新影片哦。对，没想到新影片你看到那个画面，越看越觉得毛啊，他的死不太像是轻生哦。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因为爱普斯坦被判重罪，所以他是入监。那入监，他原本住在这个大套房里面，他现在被关到这个小房间来。好，那小房间，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警卫要进去的就是他的房间。对，那他的房间来说的话，照理说他你关一个这个重犯来说，你要30分钟进去一次。他们30分钟进去一次，30分钟进去一次。可是照我你知道吗？这公布了影片里面来说，出现一个诡异的状况，就是30分，你看他进去嘛，进去里面看一下你爱普斯坦在不在啊这样一个状况。可是常常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就是有几分钟会有断掉的一个状况。那你看这个人就进去，发现到爱普斯坦已经过世挂掉了这个状况。好，他们在这个爱普斯坦过世之后呢，他们好像完全没有当成一回事一样。就爱普斯坦人死了就死了，他们还是平静的在那边工作。你们不是每次都要30分钟去看他，表示他是一个超级重要的罪犯。对，你人都死了，你还可以这么轻松松。对，没错，就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很诡异。而且这个他公布爱普斯坦死前的那个影片里面说，有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影像，但是爱普斯坦就死了嘛，消失的1分半去哪了？那爱普斯坦怎么死的呢？他是在牢里面上吊轻生。那照理说，如果你30分钟都进去一次看，那不可能这样啊！又让人家诡异的是说什么呢？这个因为爱普斯坦在过世的前几天的时候，他曾经有发表一个言论，说呢我不自杀。发表不自杀声明，对，然后他就说他前几周就还告诉这个狱警说，我跟你讲，有人要杀我啊。那这之前来说，有人说什么？有人就说你川普把他干掉，因为这个爱普斯坦的这个牵扯到川普嘛，对。但现在川普就可以公布，他就说好啊，你来看到底是谁啊？我公布这个状况来说，我就说，如果你回推到爱普斯坦知道那么多人的消息的时候，搞不好干掉爱普斯坦的跟川普完全无关，是有人，搞不好是你民主党要干啊，所以呢。现在川普现在就把你掀开来，好，要掀大家一起来掀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现在当然讲到这个重点，就是那到底安德鲁王子呢？他到底怎么跟习近平会牵扯到关系？好，安德鲁王子就是目前为止英国国王的弟弟嘛，而且他在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他已经被王室除名了，他是前安德鲁王子。对，结果你看今天出来的这3张照片，多恶心！这叫王子，这叫王室，这个叫做他们从小学的教育。他是趴在一个不明的女性身上，对，照片真的是让人家作呕。对，我必须说，可能真的是非常恶心的一个老男人。好，为什么这样讲？你可以看到，我们他这刚公布的照片，你看他是安德鲁王子，对，那你可以看到，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身形来说，你大概知道他是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可能还是未成年都有可能。就那样，他就拍这些照片，那这些照片来说，人家从背景来看的话，
很像就是这个爱普斯坦他在这个曼哈顿的豪宅的这个状况，所以没有错，就是你安德鲁王子。好，那安德鲁王子来说，前安德鲁王子啦，好，那前安德鲁王子他到底要做什么呢？因为他就说，他跟这个爱普斯坦说什么啊？说我要代表摩根大通加成。摩根大通加成是什么东西？就是英国的在摩根大通的分公司。他说我要去中国开展业务啊，所以你看，2018年的5月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所谓安德鲁王子，他已经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这个照片，对，他说其实在这之前来说的话，在2016年的4月，还有2018年的5月，他都去见习近平，而且都在人民大会堂。对，因为他是为了去做他的生意，对，2次跑到这个地方去舔着习近平。对，那因为他是王子嘛，他当然是英国非常重要。然后他说什么？中国还称赞说，哎，你是这个展开了中英的黄金时代的一个状况，甚至还说什么安德鲁王子还每年都写信给习近平说，这个你的生日好，那他生日是什么时间？你要记得住哦，1953年的6月15号，所以他6月15号你就每天写信给习近平说，哎，习大大你生日快乐这样，所以等于是舔他舔得非常严重。对，那为什么后来这个所谓安德鲁王子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呢？是因为后来的这个爱普斯坦的这个消息出来了嘛？对，他出来的话，他就引咎辞职的一个状况。那另外还跟谁？还跟蔡奇有往来。习近平的心腹，没错，他就说了，蔡奇在2018年还有2019年都在伦敦还有北京见面王子。然后当蔡奇来说，你这个所谓他的工作就是他加成的工作非常的好，所以要事实上你看，他等于是。你看这爱普斯坦的文章出来之后，他更是完蛋，因为不只是说他有这个恶心的事件，他还跟习近平交好。好，那跟习近平交，我就说现在这个爱普斯坦的文件，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臭不可闻的东西，对，就里面居然找得到习近平，那你想到中国一定非常紧张嘛，对不对？那中国非常紧张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个案外案就爆发出来，什么案外案爆发出来呢？就有一个人呢，他有一个 X 的用户，他就说什么？他去跟他去这个标注了伊隆马斯克，还有这个 X 的平台负责人比尔。对，他说你 X 上面的这个中文功能的搜寻已经坏掉了，为什么？他就说我要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你是说，譬如说他要搜寻习近平，对，今天搜寻张幼霞，对，没错。怎么都是一些色色的图片，对，色色的画面，对，这太怪了。他就说你看这个我要搜寻的都是充斥什么垃圾讯息，还有非法广告。根本没办法找到有用的这个资讯，而且他说他一直搜寻的时候，完全都不对，都很不对。他说他就问他说到底怎么回事？好，就这个 X 平台的负责人比尔就出来讲，他说我跟你讲啊，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他说每当发生政治动荡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会在搜寻引擎上面入 X 会投放大量的色情内容，对，然后阻止民众获取这个即时的这个讯息。那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已经意识到并正在努力解决。等一下，我们常说台湾有网军，中国更强，它是黄网军，对，更下流的，而且它是用大量的这个注册的这个账户。对，他怎么说呢？你看，我们关闭这个注册功能之前，他们已经注册了500万到1000万个账户1000万网军。对，所以他网军那么多，那你想说这么有可能？好，然后我们跟他讲，比如说我们现在搜寻张幼霞，对，在 X 上面搜寻，就 X 上面你看李克强，你觉得有出现这样啊这样好，就没想到后面，你看后面就变成是不一样的东西，什么 NK 体育，然后完全不一样。好。那我跟他讲，因为当初伊隆马斯克收购了这个 Twitter 的时候，他不是说，哎呀，我要让这个用户付费啊，你要有蓝勾勾啊，要解决机器人的问题。但是问题我不是讲，比尔说中国已经注册了500万到1000万个，你要怎么挑掉他们？当然不可能啊。所以我跟你讲，你看哦，目前为止来说，你看你点进去上海或者点中国的这个讯息里面，你看都出现这种，对，很奇怪，它还会给你出现 QR code。你看什么同城真实，外围上门，就是这样。无定金。什么见面付什么之类的，这都是一些所谓的我们讲的难听一点，就是约炮的东西，就会给你弄变成是约炮，就这样啊，就变成是这样啊，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啊。好，譬如说你看这个，因为现在不是有张幼霞事件，所以因为有张幼霞，所以中国现在一定网军大举出笼，把你想要搜寻张幼霞、习近平、军委会全部都变成是这样子的状况。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如果你仔细来看哦，你这个在 X 上面来说的话，你看哦，他们有当那个2022年不是发生白纸事件吗？对，白纸事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到 X 上面说，白纸事件到底发生什么事？有没有影片？就没想到你说 X 每天的贴文来说，他说当天有300个账号出现哦。然后同一天推出120篇的贴文，所以这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对，最早可能2022，对，或是还有更早的时候，是早就这样干了，对，甚至在这个江油事件来说的话，你如果仔细搜寻哦，你看你这个搜寻江油，你看出现什么方方小乐，那江油它就变成同城，就变成完全都变成是
黄色的这种软体或是黄色的服务出现，所以它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看，从2022年，然后江油事件，然后白纸革命，然后甚至在连这次的张幼霞，就这样会出现。所以等于是我就讲，事实上这一次的中国的网军出来的话，真的惹了 X 把这个踢爆。他说：“你看啊，你就是这样瞎搞。”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我觉得川普真的是蛮会玩的。为什么？我觉得他很会玩那种所谓的政治的那个博弈。怎么说呢？一开始爱普斯坦文章被弄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你川普完蛋了。”因为爱普斯坦都说他是跟俄罗斯的间谍，所以你这个川普卷入到通俄门，你挂了。好，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堪闻问的照片，你川普完蛋了。那川普一开始说：“啊，好了，我们不要公布，人都死了，不要公布。”结果其他人家说公布出来呀，你怕你？对，然后他就公布一点点，公布一点点，就说你要公布啊，你好歹就公布。结果他现在又会公布出来之后，现在谁倒霉？民主党倒霉啊！尤其是现在谁？克林顿最倒霉。克林顿也中招了。对，克林顿与其团队至少搭乘爱普斯坦的私人飞机出行达16次。对啊，玩得这么嗨。对，所以好，那你看里面来说的话，这个克林顿的幕僚名字被涂黑。不过在搜寻栏里面来说，有出现一个 WJC 就是克林顿的名字嘛。所以呢，他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川普怎么会玩呢？我跟他讲一个非常有意思哦。你看这次他们公布不是这样吗？他们就会把它公布，就不是都会涂黑吗？涂黑，对不对？涂黑，就把关键的这个字眼把你涂黑。可是你去把它这个用到这个一般的这个，把它贴到别的地方，然后把它反白之后，居然可以出现名字。他故意假借说，哎呀，我要保护大家隐私，我不会把它弄出来。但是事实上就是让弄出来给你看。所以克林顿他真的惨了。今天这张出来之后，不要忘了，上月13号的时候，他还拒绝出席爱普斯坦的这个众议院的听证会哦。对，那时候就是什么？你今天藐视国会，我要抓你。是，结果这边证据又拿出来，是，给他当头棒，致命一击。所以我就说，现在反而是民主党倒霉嘛，哈。那我就跟他讲，那连CNN你看CNN啊，公布了文件，对于解答有关爱普斯坦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嘛。所以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烧到他们头上来了，完全完蛋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所谓的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后续的政治效应还在发酵之中。那当然了，我们要继续再追查，因为现在这个资料刚出来，或许在里面再爬梳一下的话，搞不好可以发现到更多的中国高官也不一定啊。所以我才说这个文件的这个后续效应还在发酵之中。宇轩，这里面爱普斯坦文件里面让我觉得最毛骨悚然，让我觉得最恶心的是什么？他们竟然在吃人肉，让我想到什么？2009年8月3号，不要忘了，有一个墨西哥的模特，这一段画面是什么？他去跟爱普斯坦，他参加他的 party， 他直接喊说：“他们吃人肉，他们吃人肉，他们吃人肉！”没有人信他。结果2026今天真的还他公道了，但是公道来的太晚了。为什么？因为时间回推到09年那个时候呢，原本是在墨西哥的饭店外面，那突然间跑出来一个模特，那时候大家觉得他谁啊？这边歇斯底里的，他叫做西门尼斯，因为他当时神情很崩溃哦，整个精神状况不太好，他不断在喊一件事情，他说 "They ate human"， 然后还说 "had eaten"， 就说他们是吃人肉的，而且已经吃了，然后不断的在喊这件事情。然后呢，当场现场所有人大家都傻眼，因为他是突然间莫名其妙，你看啊，全身的感觉我们讲无精打采，而且呢感觉这个非常狼狈。他说他是刚从里面逃出来，他被这个 party 囚禁很久，所以他一出来之后呢，就对着外面的群众开始不断的在大喊说，他们这些人太可怕了，你们要去制止他，他们是 so disgusting， 很恶心，他们吃人肉，他不断的一直重复这个字句。就后来呢，没有人去理会他的诉求，墨西哥警方来的时候就把人带走。但带走之后，可怕的事情来了，他从此在09年之后人间蒸发，消失了。对，因为他明确的指控说我是从 party 逃出来，而且吃人肉的正是这些高官贤达富贵。然后呢，警方把他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结果你知道吗？后来今天美国把这个 Epstein 这个文件公布出来，里面清清楚楚写到，在一个游艇 party 上，有人呢在吃什么？真的是有人的肠以及相关的排泄物。你对照这个女子的说法，你发现她没有骗人呐，她是被吓坏了。她当时因为过程当中，她应该是受害者，她对于这整个过程以及呢所谓的犯行太过于血腥了。然后最后你看这个出来控诉的男子，也就是这一封文件里面所揭露，他说他也被乔治布希给那个掉。他是男生哦，所以你就知道吗？这整看下去，你就觉得这个档案
令人匪夷所思。但现在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连 Bill Gates 现在也被烧到这个风波里面。因为 Bill Gates 先前被问过好几次 Epstein 的问题哈，他都说我跟他没有很熟啦确实是有这个交情啊，但是我跟他之间，他就不断的否认他跟 Epstein 之间不良的行为以及呢相关的关系。但是这封信里面写得很清楚，这是谁？这是 Epstein 寄给 Bill Gates 的，他直接在写到说提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俄罗斯女孩。对，那什么叫俄罗斯女孩呢？她的意思是说，当时我介绍这个女孩给你，那你也跟她呢从事了所谓的性行为。那最后面呢，你甚至还得了性病，然后还要求我呢把这个抗生素呢再寄给你，然后还把对于一些细节以及身体的一些部位，他把描述的非常的详细。而且他还说什么？你不要跟我的太太讲，你要帮我隐瞒这件事情，你要帮我找完药，要治疗好。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做？这2个人的信就是这样来的。对，那问题是呢，现在 Bill Gates 他咬死就说这是 Epstein 寄给我的，对这不是我自己写的啊。但问题是各位，你仔细想想看了，有这么 detail 的内容，因为当时这封信也被加密了所以你一般外界人是看不到。那你再对照现在，因为 Bill Gates 他只对于这封信的指控，他说子虚乌有啦，这些都是捏造。但是我们要讲一个重点他的老婆Melinda 那个时候呢跟他离婚，他强调很关键是什么呢？因为 Epstein 而导致的外遇，所以我跟他分开。那你再对照这封信，你再想想看，那个什么抗生素以及情节，他要避免他老婆知道，那到底是真是假？那你就自己去想想看。对。但呢，有一件事情呢，我倒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你知道这是谁吗？另外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伊隆马斯克也被牵扯。对，伊隆马斯克不是说吗？哪有这种事情？我早就拒绝他了。对，他说我多次拒绝，对不对？多次拒绝，我跟他都不熟。好，那我想真的后面有拒绝信，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最一开头这封信是在哪里？2012年9月的时候，那伊隆马斯克跟他聊什么？来，各位，这个他是由下往上看对，那最下面就是伊隆寄给他，你看From Elon Musk to Jeff E 就是他去给这个 Epstein 的。他说 Hi Jeff， 他说Hello 爱普斯坦。I was thinking of flying down for an epic vacation。这个很像他的口吻。他说：“我想要去一个很炸裂、非常有意思的 party。”他说呢，对 ，told me you are planning a party。然后他说：“女生赞万岁！”这是 Elon Musk 这都 Elon Musk 自己打的然后呢，他就说：“我会把我的行程清空，有没有什么细节啊？非常感谢你来。” Thank you, good sir。他用这种口吻讲。用 sir， 这你知道赵这是什么吗？就型的嘛。对。你还有听我跟着你走。你还有没啊？我想要参加 party， 他就是那个口气嘛。然后你看爱普斯坦回来就deal with this，thank you， 就比较冷静，跟他讲说处理中谢谢。但最后面你看他跟他讲说你已经错过了。这个 party， 然后他也没有前去，所以 Elon Musk 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是没问题。但大家好奇是，那你一开始干嘛那么狠？你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说你想去？因为后面有来一个第2封信，这个就反过来了。反过来变成是 Epstein 寄给他，他就说：“哎呀，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啊？去纽约啊？要不要我们这个开幕仪式很多有趣人会来我们家而且甚至是他就一暗示他说我们这边有 party 可以玩嘛。但这时候伊隆对他态度就180度大转变，变成说我跟你讲啊，我开2家公司啊，我 SpaceX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这些相关的公司最近都要发射火箭了。非常忙嘛，那我没有时间跟你去浪费那个时间去纽约搞这东西嘛，我才不想要去那边做这件事情。就 Epstein 后面又再跟他补充一句说，没有啦，我知道你很忙嘛，我跟你开个玩笑的嘛，但是我们现场都没有超过25岁他又还在调他什么，而且都很可爱，对啊，根本不是他讲的什么联合国的外交官，对啊，但是这封信就停在这边。还有没有后续，或者是说打电话，或者是连结呢？你就不得而知。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说这个380万？因为毕竟是川普自己丢出来的，那他不可能自己炸自己嘛。那川普就说：“你看这封信证明我的清白啊！”现在就有一个阴谋论，这个在讲说什么呢？因为过去美国每次呢要发动战争之前，都会有这种重大的绯闻。对，那这种重大绯闻把所有的版面占尽的时候呢，突然间就会来一场战争，然后整件新闻的风向就会平衡掉。第一个是可以把这个档案的东西给冲刷掉。第二个就是说呢，让大家都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间给你突袭，趁而不及。所以你知道这个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他特别在讲这件事。他在 Pink TV 上他说，我在猜美国可能48小时之内会开始打击。所以你把这件事情串起来之后，如果在48小时之内，也就是在这2天之内，美国真的有任何的动作，那恐怕代表这个 Epstein 也是环环相扣的一环。廷伟，今天有一件事情真的是我看到的时候傻眼了，是真的假的？在法国的巴黎有一个中国人大的代表在16区
遭遇抢劫。我心里想，太可怜了吧？就不对哦，他写估计损失达700万欧元，等于是什么？他身上有这个珠宝跟奢侈品，竟然高达了台币2.6亿。我心里想，中国人大你就大概2980人，其中1个人去法国就被偷了、被抢了2.6亿。你中国人大这些人也太有钱了吧？对，这个太夸张了，因为这在法国媒体已经开始报道了，就是说一位中国的人大代表，他竟然住在巴黎哦，请记住是住在巴黎，在巴黎有住家哦，有家的，有家的哦。一般来讲，我们讲人大就像台湾立法委员一样哦，一般来讲都应该住在国内才对啊，因为定期要开会嘛，那你怎么会住在巴黎呢？而且住在巴黎之后呢，因为他被窃盗这个盗匪呢进入到他的住所之后呢，还把他的头打伤之后呢，然后总共呢给他抢了将近这个700万欧元的这个珠宝，还有奢侈品哦。当然，奢侈品有可能是包包，有可能是这个手表等等。他们很狠的，这个头上直接要缝起来的，这很痛的。那如果有人算了2000多个这个人大代表，你把他这个被偷的这个珠宝把它集合起来的话，说不定就可以救习近平的相关的经济问题了，不是吗？哦，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大来讲的话，一般都是橡皮图章哦，要阿谀奉承的。所以其实过往来讲，大家也发现到，人大其实就是一级演员哦。那个演员的时候，常常每次在开两会的时候呢，记者就读麦的时候呢，这些人大呢就开始痛哭流涕啊，对习近平啦，就是太伟大了，习主席太伟大了哦，终身希望他能够连任了，这是老百姓的声音。那另外就是也有人忘词忘了一半哈，就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忘词，结果呢，镜头发现到另外一个人大在旁边背稿。拿稿子给他看，下一个可能要换他，要赶快把稿背一背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的人大了哈。那大家发现到说，原来哦，你的所有的钱财都藏到海外去哦。其实川普总统在分析上有被问到哈，那到底对于张幼霞被抓来讲的话有什么看法啊？那其实川普讲了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呢只有一个老大，那就是习主席哈，所以他正在跟这个老大正在打交道啊，他觉得习主席就是老大哈，然后他用了一个字叫做 he is boss 啊，就是说用 boss 这个字眼来讲这个什么中国的习近平，就是说整个中国来讲全部都是听这个 boss 的话，所以他根本一点都不担心说张幼霞被抓。你说。你看到这是中国新闻网自己发的，他说开年首月连打10虎，中国传递坚定的反腐信号。里面的确有提到什么张幼霞啦、前中执委员啊、刘振立等等，但里面最妙的是什么？他先提的是通报应急管理部的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被抓，中国官宣落马的中管干部已达到8人。你拿那种小咖的也都算。在搞一个高级黑吗？这个应急管理部啊，其实就是所谓的灾难救助的哈，就是说所谓的他们救灾的这个一个单位啊。那王祥喜呢，其实我都认为哈，他是什么？他是买官来的，你知道吗？其实我后来一直观察到他本身来讲是做所谓的能源矿物的哦，那既然他可以做到部长这个位置哦，也没本身来讲也没有过往什么样的消防的经验，或者是所谓的灾难救助的经验了，竟然可以做到这个位置哦，显然哦他的经历来讲哈不简单。那显示就是说，除了他之外，背后还有一连串的像葡萄串这样子串起来的一堆贪官污吏，可能还是持续打。这显现出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习近平的权力还是一把抓。习近平现在想要让谁下来，就是让谁下来。所以啊，今天传出这个王祥喜之外，另外像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孙少成哦，这个就是已经这个离开政府已经非常久的，但是还是持续的这个进行抓捕，所以代表说习近平真如川普所讲的，他就是个 boss。而且最好笑的是，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叫做高级黑，因为里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之外，你看包括前中国水利部原副部长田学斌，前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长张建龙，前中共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杨洪勇等人，这不是个咖嘛？那硬要列一个这个出来，管草原的、林业的、水利的，对，通通都列。大概都是目前有将近有8个类似局处长级的哈，也都被列出来了哈。但是呢，这显现什么事情？每一个单位其实都是肥缺啊，都是肥水，每个单位都在贪腐了，每个单位都是在贪腐啊哈。所以呢，到底习近平的带兵能不能打仗，就是一个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现在张幼霞之外呢，其实大家发现到其他人好像都不能打仗哈。所以习近平现在这个1月的时候就开始开年的时候就用这么大的手段
就把10只老虎都打下来了哈。那现在就让人家觉得说，其实习近平还是权力一把抓的。文姐，我们刚刚讲，川普把那300多万页直接公布出来，他现在应该是美国跟全世界讨论最多的人，尤其是在美国。但是你能想象吗？现在美国讨论度最高，并不是川普，而是这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做 Nick。你可以看到，他光拍了一支片子，我们特别把它标了起来，竟然有1.4亿的点阅，这么高。我跟你讲，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啊！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几岁吗？24岁。对，他竟然一把火把整个明尼苏达州，尤其是现在进行的一个所谓的日托中心的诈骗案，整个掀开来了。他才上传1天的时间而已，竟然全美有超过1亿人次在那边相关浏览人次。吓死！你看，就他跟旁边那个 David 2个人，他们干嘛呢？他们就进去，然后去这个日托中心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日托中心，我可以把我孩子送来吗？”哦，你不行哦。请问一下，我怎么没有看到有小孩子在这里？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这些私人餐点不能出去哦。然后不对啊，这个是政府补助的啊，这个一年2025年已经补助1.9亿美金啊，为什么你们这里应该有99个小朋友在那边上课，却没有1个人在这里？他就你这样子2个人单枪匹马冲进去之后，就揭开了这已经长达不知道多少年的一个慈善机构诈骗案。然后你知道他很厉害，因为他们就讲啊，他们就开始去问嘛，然后很多人就说，这是我们的财产啊，你不能进来。他说不是，不好意思哦，这是我们明尼苏达州政府所补助，光1年就补助了快2亿美金呢。你应该有小朋友在这边念书啊，你是日托中心啊，为什么？你看他是干嘛的？日托中心让那个所谓的小朋友可以来学英文，你有没有看到？他写 learning， 他都拼错。来哦，我们看到 LEARIN 区。对，你的 N 去哪了？没 N 呐，没 N 呐，光这么拉彩的，竟然可以骗到1年骗到快2亿美金哎！所以你知道他们2个就去嘛，后来呢，旁边你看现在掀起一个风潮，什么风潮呢？大家都开玩笑，有没有？就变成 Learning 没有那一个 N 啊，然后就开始，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要把这一个盘根错节的诈骗案全部都给它一锅掀开来。所以这原本说的跟什么学习中心拿了一大堆的补助。就东西 gay 对，因为他们本来是有点类似那种补助那一种比较贫困啊，或者索马利亚那种难民啊，让他小朋友可以进入到美国社会接轨啊。你上完课之后，你可以在那边补你的英文啊。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我跟你讲，它里面写的很清楚哦。他甚至旁边那个 David， 他其实是 David， 他观察了很久。David 就说，不是有几10个小朋友来上课吗？我就发现有车子再来，车子再去，可是里面都没有人啊。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你有没有看到大部分的所谓日托中心全部都是关门的？对。结果刚刚提到这个 Nick， 他就一间一间去走，一间一间去走。他就说有一间，比如说像这一间，你明明里面应该有99个人，结果你怎么从头1个小朋友都没有？他就访问路人，那个路人说：“我从2017年我就住在这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里面有小朋友来上过课。”结果还有，你看还有在哪里？他说，不对呢，你这个是数百家从政府里面获得资金的其中一家，你 learning 那个 N 也没有拼出来。对，他说，那你从头到尾到底是钱去哪里？而且这很可怕哦，明尼苏达州的儿童照顾中心核准收托儿童人数102年，他在去年财政年度补助资金是266万美元，可是你是空的啊，266万美元代表2亿多美金，所以你看多吓人啊！他就走进去，他说：“不好意思哦，你们这里应该有4个托儿中心可以容纳102个，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有没有？那人都去哪了？结果你看，这人把他赶出去，你看你现在看他一整片，他应该要有4个日托中心，结果1个人都没有。每一个被他访问的这些人，全部都说你不可以在这里，你应该出去。结果他更有趣了，他又敲门，好，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叫做未来领袖早期学习中心，这里面收了超过300万美元的补助啊，他就说，不好意思哦，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小朋友Joey， 他可以来上学吗？对方就直接回他一个 no。不给上学，人家不给上学你拿到政府补助，你说要 learning 的，然后而且是 quality learning 有品质的学习，为什么我的小孩不能来？他也不可以多来，就这一个，然后看起来就像是索马利亚那个裔的，他也不管你，他就说个 no， 然后就不理你。为什么 no？ 你是接受我美国政府补助，你会 no 个什么鬼？还有没有？完全没有，里面都没有人。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呢。
他就说：“哎呀，您好，这个是一个自闭症中心哦。”他说：“请问一下，我可以让他就假装他自己儿子Joey有自闭症。他说我可以让我的小朋友来吗？结果他就说：哦 ，This is not a Joey spot， Joey 不应该来这里。奇怪，你 Joey 不来，那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需要帮助，你都不让我们进去？那请问到底？”谁钱去哪里了？所以你知道吗？他说他在那个 X 里面才传了42分钟啊，就破了上亿浏览。你知道上亿人里面有谁吗？上亿人有伊隆马斯克，有副总统范斯，甚至有调查局局长都给他按个赞呢。假的，真的。所以呢，人家就想说，哇，这个 Nick 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么厉害？就是你知道 ，Nick 他16岁之前是拍搞笑影片的，就突然啊，他第一支破100万的一个影片啊，是在2023年的时候，他的调查是什么？纽约市移民出了大问题，所以人家就说，哦，这个 Nick 实在太厉害了。好，他这一把火也烧出了明尼苏达州的这个慈善诈骗案。其实明尼苏达州的类似的问题真的层出不穷。你现在看到画面这些是什么？27万美金就这样堆着，这钱哪来的？全部都是美国政府去补助 Feeding the Future， 就是一个所谓的慈善单位，就是要去拯救那一些饥饿的小朋友，在那个索马利亚那一边的，就没有想到钱1毛钱都没有分出去。然后你看到这个对话是什么？他说：“哇，我跟你讲，你将会是27岁里面最有钱的人，因为他们一伙人全部都把钱拿来诈骗的钱拿去干嘛？拿去买豪宅，拿去买名车，拿去马尔地夫去买 villa， 哎，这个你这太荒谬了吧？这真的太夸张。他的里面其中一个人的短讯哦，他说什么？如果真主保佑，你将成为最富有的25岁年轻人。是，而且你知道他们最早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而且你知道，从2021年、2022年不断的在骗骗到这个地步。然后呢，他说就是每一年就2、3亿美金这样骗。然后事实上，你刚刚下面那个是主嫌法拉，那法拉呢，我跟你讲，他已经夸张到什么地步？他现在这一次被骗了大概有28年哦，但是他整个上面那个就是他拉讲，他就讲后到修补，一个签一个，一个签一个。你看他们的证物有什么？马尔地夫的 villa 啦，哈，确认性啦，哈，明尼苏达州的湖滨房产啦，还有我跟你讲，这最扯，甚至还有金额被汇到中国跟东非啊，所以他们就心里想说：天哪，你这是在资助什么吗？你在资助一些这个反美国政府的组织吗？还有，天哪，伊斯坦堡的来回头等张机票，他竟然，所以你知道这整件事情出来之后，真的让美国政府都炸锅，还有美国人都炸锅。我们缴了多少40%、50%的一个相关的税率，然后被你们这些人当寄生虫，你们不断的诈骗我们的钱，然后拿去买豪宅、吃好料，然后在马尔地夫开香槟庆祝，是，所以他们就两样情啊，真的是两样情啊！我们这些个真正的美国人被当就是被当牛一样，这样子不断的去缴税，那么重的税率，结果他们的一番好心善意，想要去帮助这一个穷困的海外或者是难民的儿童，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些人，所以你知道法官就非常生气，就骂他，他说：“你来到我们美国，我们给你吃，我们给你住，我们甚至全额奖学金补助你，结果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竟然诈骗我们美国政府这么庞大的一个金额，然后夯不啷当。”组织范围越来越大，这一次就已经超过8、9个人，然后最重的主嫌被判20年。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